是很喜欢西装外套上面有太多扣子，它穿起来我真的觉得超级显白的。就如果你再找一款好看的袜靴，这一个前面楦头部分我觉得更宽，对脚比较宽的女生比较友好一点。Hello， 我是薛零六。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关于双11淘宝的事情哦。先说一下，这支影片不是跟淘宝合作，没有，就是我从去年到今年，我有陆陆续续有购入一些淘宝的商品。那这些商品呢，我个人真的觉得它的 CP 值很高，而且我目前去看他们网拍，他们商品都还在架上，所以我想说趁现在就是双11快要来了，跟你们分享这几样我真的觉得很好购入的商品。首先呢，我觉得他们就是售价可爱，然后外加实用性也很高，结合这几个优点，我觉得我真的想趁今天跟大家分享，因为有些商品是我决定要重复购入了。那在看影片之前呢，记得先订阅频道，还有订阅我的 IG 哦。跟大家分享第一样，我在淘宝上，我最近买了一件我真的非常喜欢的单品，就是这一件。那其实像以我来说，因为我身高比较高，我在买外套我是比较习惯去专柜去看，因为我们很常会有肩宽跟袖长的问题。不过这件外套我当时在买的时候，我在网拍已经看了它很多资讯啊，跟它的一些评价等等，我觉得它好像高的女生穿也是可以的耶，所以我就购入了。我是觉得它穿起来真的很好看。那首先它的颜色，它这种颜色就是不管是黄皮肤的女生还是白皮肤的女生穿都是很好看、很衬肤色的颜色。那它的整个版型呢是做比较宽版的，那它是没有垫肩的哦。如果你们不喜欢有垫肩西装外套的话，这件可以考虑。扣子是做装饰的，这边是不能打开，袖宽就是这么宽。后面下摆部分是没有做开叉的，所以整个版型呢，我是觉得穿起来比较偏休闲感。最近这几年还是非常流行西装外套的穿搭。以现在的天气，台湾来讲其实没有很冷，尤其最近又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无法出国嘛。那我是觉得，如果不考虑买那种比较厚的外套的话，我是觉得像这种正常薄厚度的外套，我是觉得可以购入。而且我很喜欢这件外套是它是做单扣的。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西装外套上面有太多扣子，我觉得扣子能越少越好。对我来讲，我会觉得比较简单利落。因为我内穿的这件衣服呢，本身是有点蓬袖，所以可能会蓬蓬的。但是你可以看它穿上去的感觉，它穿起来我真的觉得超级显白的。它这边有口袋，是这样子的，它是真的口袋。没有到很深，但是它可以就是放个小东西，像你要放钥匙，我会放进去。那我一般来讲是不太喜欢把这个露出来，所以我会把它夹在里面，就会有点像是隐形口袋的感觉。我觉得这件外套160、170女生穿应该都是没问题的，因为它的袖长还算蛮长的。然后我穿起来就是有点落肩设计。那在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安全裤。那这件安全裤呢，我目前买来我也是真的都还蛮喜欢。我平放的话，它腰宽是这样子，可是它可以拉非常大。我觉得像这种比较有弹性的安全裤穿起来就会比较自在一点，然后外加它的材质，我是觉得还蛮亲肤的，穿起来就是滑滑的，我觉得很舒服，而且厚度也没有很厚。那它的浅色安全裤呢，我个人觉得也不会到很透，你们可以看我的手这样子，不太会透出肤色的感觉。在之前夏天穿的时候，我觉得穿起来也蛮透气舒服，就是不会很闷的感觉。所以这个安全裤呢，我在这边也是分享给你们哦。再来下一个呢，也是被我分享到，我都觉得我是不是有代购它的一种感觉。其实我在之前就是爱用包里面也有分享过这个包款，对，就是它又出现了。我觉得这个包真的超级值得入手，因为我真的很常背它出去，它到现在就是这种假皮的部分都没有裂掉或是坏掉过，而且我在里面有时候都会放非常重的东西，出门会带阳伞啊，有时候会保温瓶也放在里面等等，非常能装，然后也没有坏掉。甚至你们看它这种皮革，你们不要觉得这种假皮好像很快就坏掉或者脏掉等等，没有，我觉得它非常耐脏。我用湿纸巾稍微就是擦拭我觉得比较脏的部分，它也是可以马上就擦掉，然后又恢复到就是非常洁白的一个状态。所以如果你是小资女或是学生，你在寻找一个就是
外出简单可以装的包包的话，这个包包真的是我真心分享，我觉得价格又可爱，然后又实搭，背起来又好看的一款包。再来下面一个呢，也是我之前爱用品有分享过的，就是可以贴脚的保护贴。这个呢，基本上它已经快要没有了。我在淘宝这些卖场买的时候，它是买一个就会送一个。那基本上因为我已经快用光了，这次双11我会再重新购入，因为有时候我穿一些鞋子会磨脚。不管是磨脚后跟还是磨脚的脚趾头，我都觉得很不舒服。早期我都是用 OK 绷或者是透气胶带，可是其实我觉得那个效果都没有很好。这个真的是我从之前买到现在，我真的觉得它非常好用，好用到我还分享给我妈，我妈用了以后也觉得真的很好用。贴这种贴在脚后跟的胶带，你很怕你在跟鞋子摩擦的时候它就掉吗？它没有，我觉得它粘性真的很好。你今天粘完，你撕掉后，你隔天要再粘，基本上就粘不上去的。它就是那一天会帮你保持很好，但是你要撕的时候又很好撕，然后外加就是它本身的厚度也很厚，它不是像一般的胶带薄薄，它是有厚度的，所以你放在你的脚后跟，或者是你贴在你脚趾头的时候，它是真的可以保护到你的皮肤。所以像有时候我穿新鞋子会有磨到的状况的话，我都会贴它。关于这个袜靴，如果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们，应该有发现我之前有分享过它。没错，我在去年的冬天，直到今年的秋天来以后，我再继续穿，它都还没坏掉，它还是非常完好的可以穿。它的鞋面跟底部没有分开来。就如果你在找一款穿起来舒服的袜靴，然后呢，它的鞋底又偏软的话，这个袜靴我推荐。脚比较偏宽的话，你可能买它需要再大一码。那如果你的脚没有偏宽的话，就正常尺码就好了。它就是一款我觉得现在这种天气可以持续穿到明年的春天都没问题的袜靴。而且最主要是因为像这种靴子，我就很怕你可能过了一季，或者是过了好几个月你没穿，鞋底就分开，鞋子就坏掉。可是这双完全没有哦，它到现在都还是可以穿。我最近出门呢，还是很常穿它出去。你看它还是非常的完整。就如果你在找一款好看的袜靴的话，这一个可以购入。其实我最近还是有买另外一双靴子，可是因为我目前穿它的时间没有到很长，所以没办法跟大家分享我的心得。这个靴子呢，就是今年很流行这种完全方头的靴子。这个靴子的好处就是它比刚刚那一双黑色的袜靴来讲，它的楦头部分更宽，所以它这一双是非常适合脚宽的人穿。刚刚那双黑色呢，就是如果你的脚比较宽的话，你穿它可能就会觉得有点咬脚，比较紧。可是刚刚的那个黑色袜靴是真的非常的软。那这款白色的短靴，我个人觉得它穿起来鞋底也是软，前面楦头部分我觉得更宽，对脚比较宽的女生比较友好一点点。但是这一款短靴我是觉得有个问题，它这边没有完全缝起来哦，就是它这里，我个人觉得在走路的时候这一块会稍微刮皮肤。我觉得至少里面的袜子差不多要跟它穿同个高度，不然你在走路的时候，你的小腿就会一直跟旁边这两块皮会摩擦到。这是我目前穿这个白色的短靴我得到的一个感想。撇除就是旁边这两个会磨到我的小腿以外呢，基本上这双鞋子我是觉得穿起来舒适度也是蛮高的。接下来分享最后一个了，我个人觉得它还是蛮实用，我很常带它出去。它就是一个可以随身携带的一个小袋子，它是有挺度的，然后它是这种材质，里面呢是有做防水的，然后前面这边有魔鬼毡，就可以粘起来。有时候我可能出门只是带一个小包包，但是有些比较大型的物品我也是很想带出去，可是没有办法塞进我的包包里面的话，我就会带这个，我就会把它放在里面。我目前觉得它真的很耐用，耐重我觉得也算是蛮耐重的。之前在里面有一次放很多瓶矿泉水，它都没有断掉过，或者是它的形状没有变形。有时候出门都会用纸袋去装东西，然后你的纸袋很容易断掉或坏掉的话，或许这次你在淘宝可以购入类似像这种小袋子，我觉得很不错哦，就是很耐装耐脏，而且它也不怕湿。好了，那以上就是我分享我从去年到现在淘宝的商品，我真的觉得
我到现在都觉得，买它完全没有后悔，真的很不错，很好用。所以想趁现在跟大家分享，如果你在双11有决定要去淘宝购物的话，我今天分享这些商品呢，如果你们有兴趣，或是刚好你们正在寻找的话，你们可以透过今天影片来做个参考哦。那今天分享所有商品，你们最喜欢哪一个呢？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影片就到这里，如果喜欢的影片，喜欢把影片分享出去，记得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还有，如果想看我私下穿搭话，记得追踪我的IG。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